TikTok 即将在美国被禁运，中国小红书却疯狂涌入老外，这也使得中国不得不被迫接受网络防火墙的突破。这样的文化入侵以及要面对的言论自由的风险，对中国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还是杀敌1000自损800呢？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实在是太劲爆了，感觉简直就是见证了历史。我真的是紧赶慢赶，迫不及待的要给大家更新。观世界，看世界，欢迎来到北美读书，我是林然。我们在云旅中国做城市考察节目的同时，也会分享自己对社会的观察与见解。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欢迎您点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在评论下方多多指教，非常感谢。1月13日，传言 TikTok 要被禁止在美国使用之后，即使最后美国针对 TikTok 是否被禁的法案还未尘埃落定，中国的小红书软件瞬间成功登顶全球下载量第一。记住啊，这是全球下载量。突然的，不少老外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在小红书涌现，有的是用这个全英文发帖，也有的是用全中文发帖，并且还自称自己是 TikTok refugee， 即 TikTok 难民，即将失去这个精神家园。早上好，中国！现在我有冰淇淋，我很喜欢冰淇淋。TikTok 在中国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外号，叫做这个洋抖音。瞬间，不少小红书的人民都激动地发帖说，中美两国网民终于能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了，没有网络防火墙，没有 VPN， 堪称是见证历史。但是也有不少中国人仿佛被撕下了遮羞布，其激动地在网上表示自己的英文水平都要被检验了，能不能请求小红书出官方的这个翻译软件呢？很多单词实在是看不懂。甚至有不少小红书网民还在欢欣雀跃道，以前都是我们翻墙去看推特、Instagram、Facebook 等等，现在倒是老外主动找上门来了。这群网民啊，民族自豪感非常强，还连声夸赞祖国强大了，繁荣昌盛了啊！别人都找上门来了。更有的人一直在发视频呼吁老外别再发英文了，根本看不懂，赶紧去学一学中文吧！来了中国的软件，你还不学中文干啥呢？哪来的老外啊？你给我讲中文啊！这里是小红书。平时还扯两句稀罕英文，现在我一点都不想讲。我现在也不想打英语翻译了，就是你知道吧，反正也看不懂，别看了，爱死了，都给我去学中文啊！小红书的门槛是你会中文啊。这场面啊，一度非常的诙谐。这个事情啊，在我的朋友圈也被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表示非常的震惊与惊讶，简直就是见证了历史。但是也有不少人表示一定要注意老外们的言论，其不少在私信也暴露了这个色情、毒品等等的不雅内容。大家都知道国内外的这个管控是不一样的，针对这方面。那么小红书呢，它也有一个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呢可以允许不同的用户进行这个连线与聊天。不少的这个网民偷听了只有老外的这个群主进行聊天之后啊，他们就说这个内容这个尺度是有点抓不住了，极其不符合这个核心价值观。我们之前在吴柳芳的这个节目中也有提到过，吴柳芳的这个事情为什么那么有热度，也是因为这个抖音造成的。感兴趣的朋友们，你可以去回看。但是这次那么多的老外找上门来，明显是突然的涌入，你别说，还真的有种难民突破边界逃到另外一个国家似的这种感觉。你说小红书以前有老外用户吗？也有，但是不多，基本上都是以分享在中国的生活和美食为主，言论导向呢也是以赞扬和这个正确价值观为主。但是这次在不少人看来，中国有可能要在这个网络防火墙之战中进退两难了。进呢是 TikTok 要被美国带头禁止营运，这无疑不是大国之间的这个政治博弈。退呢似乎也没得退路了，在法案还没有裁决之前，就要在小红书上面对这个文化的入侵。要知道在 TikTok 和其他的外国一些平台上面，有关于 LGBTQ
以及对时事评论也好，还有这个种族的这个内容，都是可以畅所欲言的。现在的大势所趋，就是不只是美国的人民，也有不少国家的人都涌入了小红书。就算靠着翻译软件，不少人还是能在思想上面实现这个交流的这个撞击的，真是实现了世界人民团结万万岁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小红书真的有这么强大吗？事实果真如此吗？最后这个事件的走向究竟会如何呢？就让我们进行深度的分析预测。其实你说中国人民是清醒也好，糊涂也罢，装睡也罢，就我个人而言，我回国观察后，还是有不少人都是非常想去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的，甚至对外面的世界也是充满了好奇与向往。这次的小红书老外涌入事件，也许会让小红书更加的陷入被管控的非常严格的境地了，非常危险。现在整个事件的走向只有这么几个，第一就是继续放任这个中美文化进行平等交流，没有人管控，没有防火墙，但这很明显绝对是小概率事件，能狂欢也就那么几天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全小红书平台彻底屏蔽和英语有关的内容，不让老外再发帖。要我说啊，小红书现在高层绝对是如坐针毡了，他们捅了这么大个篓子，也不知道要面对怎么样的下场。中国好不容易建立起这个对网络言论的严格管控，非常强硬的这一道防火墙啊，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这次的事情着实属于中美两国谁也想不到的这个突发性事件了。我估计此时此刻，网警、网信办那些人啊，也是连夜开会商讨应该怎么办了。那么，就让我们简短的捋一捋美国要禁运 TikTok 的始末吧。其实，小红书上不少网民说 TikTok 要被禁止使用，完全就是非常片面的说法。TikTok 并不是要被禁止使用，而是要在苹果和谷歌商店遭到下架，并且是不能再进行这个软件更新了啊，只能使用现有的版本。今天是中国时间的1月14号啊，大家都知道我在赶这篇稿子，赶这个节目啊，我还亲自的去更新了在手机上的这个 TikTok 这个系统。目前 TikTok 是能正常更新并且进行这个正常使用的，看起来似乎毫不受影响。那么美国为什么要执着于禁止 TikTok 呢？其原因是因为美国无法接受中国收集将近 1.7 个亿美国使用者的这个用户信息，还不包括其他国家的信息。要知道，早在2020年6月29日，印度就已经率先禁止了 TikTok 在印度的这个营运啊，给出的理由是威胁到其国防的安全了。而中国呢，对外又一直是有这个网络防火墙的，大家能上 YouTube 翻墙啊，着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美国政府很早就要求字节跳动出售其 TikTok 的业务，但是字节跳动表示坚决不会出手。而在这里，这也是小红书即将要面临的这个难题。要知道，小红书仅限于在国内使用，并不是像抖音一样一开始就有这个洋抖音，也就是 TikTok 啊。要说在国外，小红书确实是能下载，虽然它也叫 Redbook， 也有这个洋名，但是名气从一开始就不高，只是说你能在别的国家和地区随便下载啊。但是你说把世界人民变成了这个用户，还能变成随便互动交流的平台，那是绝对是不可能的。这次的小红书在我看来，并不是泼天的富贵降在头顶，而是真的防不胜防。如果搞不明白，就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啊，真的是飞来横祸，属于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了啊！进退呢是相当两难的。毕竟现在国内国外的人都已经混到了一起，在这个软件上面，除非真的迅速出一个国外的版本，并且赶紧建立这个信息的防火墙，才是中国正确价值观里面解决的一个王道啊！否则，我认为网信办不会就此这样子放任坐视不管。也许当初小红书的诞生只是想做一个种草笔记的软件，真的火起来也就不到10年。最近也刚刚被全民所普及，
能有今天的世界用户增长量，这个全球增长量啊，实在是非常意外了。不过要说到这个，小红书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的这个台湾朋友、马来西亚的朋友、新加坡的朋友，率先就已经以简体中文的这个优势，实现了亚洲人民的无障碍的交流，也能够实现海峡两岸人民的这个非常平等的交流。所以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真的也是非常可怜的，必须要考虑政治方面的因素，不是说任其自由发展，想走向世界就走向世界的。一场互联网企业之间的战争，一是国家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某些角度来说， TikTok 在海外确实混的是风生水起，抛去政治因素不谈，它亦是赢家。TikTok 的出现确实解决了美国人民沉闷无聊的生活，甚至还帮助了不少商户。美国本地的商户成功的招揽了不少客户，自己的生意也完全靠 TikTok 作为主要的这个用户来源。另外，大家应该也发现了，在近2年 YouTube 也开始感受到了短视频对其作为这个长视频平台的冲击。我们都知道 YouTube 现在开始有个 YouTube Shorts 了啊，就是作为这个 YouTube 短视频的这个平台，不少用户大概都有所流失，人们也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去看长视频。于是为了挽回用户的心， YouTube 果断的除了这个短视频的部分，我偶尔也会看一看，能让各大软件纷纷前脚接后脚的争相模仿，这也是 TikTok 真的是成功的一个本事。如果 TikTok 被禁，美国本土的软件比如 Rose、YouTube 这些确实也是成功的避免了竞争，能够得到用户的这个回笼，这也算是保护了本土的企业的发展了。所以我还真的挺想和中国、美国网民讲清楚，不行，你们还有 Rose 和 YouTube 作为短视频去观看，没有必要去小红书找刺激吗？毕竟这暂时和 TikTok 还不是一个东西，还是有语言的壁垒的，用着确实没有那么顺手啊。不知道大家玩小红书注意到了没有？小红书最近还把这个视频的界面啊，甚至都改成了和抖音一样的界面了，瞬间就遭到了不少老用户的吐槽、抵制，说非常不顺手，就连我自己用都不是很舒服啊。因为我平时确实是不怎么玩这个抖音短视频平台的，也就非常不适应了。所以对于本次的这个老外入侵小红书的事件，我认为呢也不必过度紧张。也许很快中国人就会觉得失去了新鲜感，对老外慢慢的也从一开始的这个崇洋媚外的跪舔啊，变成慢慢的爱答不理。毕竟在中国现在削弱英语教育的这个环境下，中国人的英语退化的真的是无比严重。那些什么世界人民大团结、平等沟通交流的机会，马上就会没有了。这也属于是夸大其词啊，对于没有防火墙的这个言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 TikTok 用户回归 Reels 和 YouTube Shorts 之后，此言论就会不攻自破，老外也将自行的在小红书上消失。再说什么思想入侵、文化入侵，对于中国人民来说那更是困难，毕竟网络的防火墙破了，脑袋里的防火墙还是没有破。对于国内大多数人来说，中国人民的这个民族自豪感，在多年的学校的教育之后，还是扎根在心里，难以动摇的。就连现在我们都能发现了，不少人在评论就跟老外说啊，说你随便发没有问题，只要注意自己的言论啊，不要发那些随随便便奇奇怪怪的问题就可以了。你想想，这不是也跟所谓的言论自由有相悖吗？那人家发什么，那不是人家的自由嘛，对不对？你不喜欢看你就点出去就可以了，你这样说也显得挺不友好的嘛，对不对？其实在火了几年之后，小红书在国内的这个地位啊，开始也是变得有些岌岌可危。最近同为互联网大头的这个网易公司啊，更是想方设法的搞了个小黄书，又名网易小蜜蜂。至于这波鹤蚌相争，小黄书是否能渔翁得利呢？这其实也是个未知数。要知道2024年的12月，小蜜蜂刚刚上线并开始运营的时候，小红书是火急火燎的派出了官方账号，这个鼠队长去小蜜蜂入驻的啊，还一个劲的去跪舔这个小黄书用户，赶紧回流小红书。看得出来，小红书是非常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干掉自己的，毕竟
国内互联网公司互相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那网易毕竟也是一个非常老牌的大公司了，小红书也是一个非常独立刚刚起来10年的这一个公司，很难就不被替代啊。而且不少用户都在小红书上信誓旦旦的表示再也不会回到小红书继续去使用了。当时我在小红书重生做某某博主的这个话题一度多次登顶小红书的热搜。小红书是否能够替代小红书呢？这还是个谜。毕竟小红书从2013年就慢慢开始摸索运营思路了，一开始只是一个跨境电商的这个软件啊，是拿来买卖东西的。在慢慢发展的过程中，正好又是因为微博太多热搜垃圾，导致大家觉得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之后，才转战去玩小红书的。因为小红书的算法会让你觉得个体性比较强嘛。我们再来谈一谈中国网络防火墙的发展过程。在1998年，中国就开始慢慢的建立和完善这个网络防火墙了。有对内的这个网络防火墙，也有对外的网络防火墙。其实历史上的中国人民是可以去搜索谷歌的啊，甚至能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可能在座不少朋友都还有印象了吧。可惜在2010年3月23日，谷歌就被强制的退出中国了。那个时候是因为由于谷歌搜索引擎爆多了众多涉及到儿童色情的字眼，此事没有被妥善处理，就变成了一个导火索。所以自从我学会上网之后，我印象中的这个翻墙就变成了同学之间口口相传的一个附加技能。其实只要心里没有防火墙啊，任何防火墙都禁足不了自己。短视频是一把双刃剑，现在在我眼里看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是弊大于利了啊，已经从这个娱乐工具变成了掌握思想，甚至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工具。真正的思想自由，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已经消失了。在当今大数据的推算之下，究竟哪些才是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哪些才是这个飞速划过的短视频灌输的有毒言论思想呢？说的通俗一些，被短视频洗脑，剥夺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就已经是非常明显了。最近直播不是非常火吗？很多人就很容易看了直播就下单了，就连我啊，都曾经无法抵制那种网上还有人陪着你一起热闹，一直说赶紧下单赶紧下单的这种为情绪价值买单的这个诱惑，我都曾经在这个直播间下单过。后来我就觉得直播这算是迫使我冲动消费的魔鬼，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加速器。信息的爆炸，内容的饱和，不断的刷新下线，已经使得人们越来越能够从短视频这样的奶头乐当中更容易获得短暂的精神的满足与快感。现在的信息，不论是小红书这样的笔记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所能够获得的信息都更为碎片。不少人听风就是雨，很容易说啥就信啥，完全不用在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得到的信息也都不是完整的，任由碎片信息在社会中满天飞，任由碎片信息灌满自己的头脑。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且不可控制的事情，就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般。可惜短暂的快感总是更容易得到，在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短暂的快乐会产生一时的多巴胺，能够维持一小段时间，而长久的快乐更需要内啡肽，也更需要坚持和付出更多代价，比如坚持健身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我有生之年，我还能看到中国网民能够不翻墙就上 YouTube、Instagram 和 Facebook， 那也许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了。这很明显，有的人非常自信，却也非常害怕去承担这个结果。可是他们在自信着什么，又在害怕着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